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宋万博。我来自河南啊，我打小生活在村里我们那儿教育资源不太发达，老师的水平也不高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一个教2年级的老师学历只有3年级。数学老师教数学不是因为数学好，是因为他老念错别字，教不了语文。他给我们讲应用题，说这个古缸它有2个水管放水，浴缸。学历最高的人是我们校长，初中学历。他是我们校里唯一一个会解2元一次方程的人，就这都人称小华罗庚。我们数学老师叫他小华罗康。我爸一直担心我的前途，在我读3年级的时候，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。本意是好的，但我有点跟不上班了。我记得刚进班级，那个数学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呢，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0。这道题大家都听过，都知道高斯的故事，知道有一种更为方便的算法。但问题是我当时不知道，我是硬着头皮算完的。一边算一边心里在想，今天这个作业量怎么这么大呢？这道题答案是5050，我算到了6000多。关键是我才加到75，算到后半夜我都困了。我妈都看我可怜了，说要不我帮你一起算。问题是她也不知道高斯的故事。我从1加到100，她从100往回加，俩人一对，结果不一样。我说要不用你的数吧，你的数看着小一点，我算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。第2天交了作业，我们数学老师就问：“哎，同学们，昨天那个题算出来了吧？答案是……”一群小孩异口同声：“5050。”只有我一个人：“7832。”所有的学生都老师也啊，只有我只有我对了吗？我说我错了，太丢人了。但我没有气馁，我就想起一个鸡汤小故事激励自己。就是说，爱因斯坦小的时候，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坐一个小板凳。爱因斯坦做的最差，老师把他的作品放讲桌上说：“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小板凳吗？”爱因斯坦说：“有。”当场拿出来2更差的，说：“虽然那个很差呀，但已经是我做的最好的了。这还有2个更差的没给你呢。”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想说：“老师啊，虽然7832是个错误答案，已经是我算的最正确的了。那还有2个1万多没给你呢。”老师说：“把你家长叫过来吧。”我说：“这就是我家长算的。”我爸就有点恐惧，他给我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。第一就是阻断社交，周末就别出去玩了。赶上周末有人往我家打电话说：“喂，宋万博在家吗？”我爸一接说：“他死了。”我还在旁边站着呢，就听到对面小朋友哭成一片。然后周一又看到整整齐齐的我。我会在每个周末死去，又会在每个周一醒来。周一就是我的复活节。小伙伴一看见看见彩蛋了。我爸还有一个计划，就不要看电视了。好不容易放假看一回那个葫芦娃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角色穿山甲死了。我在那抹眼泪，我爸看见了，那穿山甲是你爹呀？你爹死了你这么哭吗？我说爸，你这么说多不吉利啊！再说我哭不哭，你那会儿也不知道啊。我爸也有自己的爱好，他喜欢看电视，他一直在追一个团综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是我爸眼里最好的电视剧，经常拉我一起看。对，我不能看葫芦娃，但可以看《水浒传》。有一回演到林冲死了，我爸哭了，还背过脸儿，怕我看见嘲笑他。我当然会了，因为那一刻我就想起了穿山甲，我要报一箭之仇。但毕竟我们俩是父子，我也不方便说那句话了。爸，林冲是你爹呀。但我又想说，我只能拐弯抹角的说，我说爸，林冲死了，咱哭啥呀？咱们家姓宋啊。宋江死了，咱再哭啊。好歹咱本家呀，你哭了也算祭祖了。
这个梗在我们河南是要天打雷劈的。全国最传统的省份之一，仅次于山东。我们家要是山东的，我讲这个真的会被我爸打死，因为宋江就是山东人。但我爸对我都这么努力了，我学习成绩也不好，因为我没有努力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好好学习，我爸肯定很高兴，但我不想让他高兴，我想气他。但为了我的前途，我还是得学习。我就想，我权衡之下，我说我学一点儿，我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，我爸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。他现在有双向情感障碍。最后从小学读到了初中，读到高中，还是参加完高考。高考完事之后，我爸问我，你估分估多少啊？我说你让我妈估吧，我估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。当然，我最后是上了大学，它不是什么名校，不是211、985，就是我们平顶山市的平顶山学院。但我很知足，因为毕竟我的学历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校长。如果你的起点足够低，那半山腰就是你的峰顶。更何况平顶山，它只有顶没有峰，所以我也算是毕业于顶级院校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我是宋万博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万博。我最近才听说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，叫抒情障碍。说的就是有些人在情感方面不太会表达，越亲近的人他说话越难听。我们家就是这样，我们家里人都习惯把爱埋藏在心里，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障碍家族。比方说我妈，她每次做完饭都想让我们夸她，但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夸，就以退为进。这个红烧肉怎么样？比吃土强吗？我爸说你太谦虚了，这个肉做的赛砒霜，他全吃完了。我妈说早知道放砒霜了，肯定能剩下点儿。我爸倒是经常夸我，但他夸我那话还不如打我一顿呢。吃饭的时候我给他递一双筷子，他说就是比养条狗强。再聪明的狗也不会递筷子。那时我才7岁半，我哪听得懂阴阳啊？还在那回味呢。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啊？我哥又搭腔了，说爸你说什么呢？边牧就会递筷子。我那时候也傻，还想着努力超越边牧。而且我们家人吧，怎么说呢？老爱替我谦虚。邻居来我家，说这孩子安安静静写作业多老实，哪像我们家那个整天上蹿下跳的。我爸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孩子他傻不拉几的，他整天跟个大傻不拉几似的。”邻居说：“我那孩子他老爱犟嘴。”我爸说：“这孩子他听不懂人话。”接着两个人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攀比。比着说谁的孩子更不是东西，感觉像两个中年 rapper 在 battle， 但他们不 diss 对方，光 diss 自己孩子。而且我邻居说的时候吧，他孩子可不在身边。我爸说我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坐着，我还不能走，我要一走，你看这孩子说他2句就走了。你感觉中国人很多时候都喜欢把好话留给外人，坏话留给自己。你看以前称呼对方令郎、令爱，自己的犬子、犬女，关键犬子都已经算是我的尊称了。毕竟我刚跟边牧打个平手，所以以后我应该叫木子。我姓宋，就叫我宋木子。我其实很想获得我爸的认可，很想。我记得有一回，他请了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，
我一推门把我吓坏了，因为他请了10几个朋友，10几个光膀子中年人。我那时候小，我哪见过那么多米其林 Pro 啊？但我还是恭恭敬敬，我说叔叔们好。我爸还不乐意呢，你瞎喊啥呢？还有你俩大爷没喊呢。谁分得清大爷和叔叔啊？我只分得清大爷和大妈。怎么分得清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在北方啊，跟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不提叔叔。所以我很羡慕上海小孩儿，对吧？管他大爷还是叔叔，统一喊爷叔。哦，不对，上海统一喊 uncle。还有一点就是平时在家里啊，特别喜欢给你上纲上线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，你能端住啥？这个瓷碗端不住，将来铁饭碗你更端不住。怎么说呢？才10岁我就被取消了考编资格，所以我从小跟我爸就不太亲近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类似的感受，就是每次爸爸出差啊，你不希望他回来，就他在外边别死，但也别回来。我理想的父亲是大禹。就每次一路过家门，哎，还有一个更理想的父亲是圣诞老人，对吧？早上我醒过来，我妈对我说：“你爸昨晚回来啦，一大早就走了，这还有给你的礼物。”我爸不是没想过修复我们的关系，但他表达对我们的爱，但他那个表达方式啊，只能说是惊悚。我放学回来晚了，我以为你死路上了呢。你看他就不如我厚道，我希望他在外边别死。他也表达过对我妈妈的关心，他那个方式啊更是灾难。我们一块看电视剧，他被电视剧感动了，他想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我们，怎么做的？突然站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孝顺你妈。”原地干拔。这个价值上的放春晚，你都嫌太生硬了。他愣是说出来了，说完他扭头走了，因为他也觉得太生硬了。我妈还得打圆场，不孝顺我也行，你一定要孝顺你爸。看个剧感动成这样，关键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剧，它是《水浒传》呢。我爸对我影响很大，在他长期教育之下呀，我逐渐活成了他的样子。我也不会表达。其实我爸每次出差，我真的很想他，但我说不出来。他每次回来，我妈说：“你快去接他。”我说：“好嘞，你去接他。”一到门口，我们相顾无言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外国人会拥抱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俩就……最后我实在受不了，我朝他敬了个少先队礼。我爸哪见过这个呀？他还了我一个，感觉我们俩还能再来一段课间操。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会表达，我也很少跟人来往，我很容易就把朋友处成父子。但去年我有了女朋友，刚在一起不久，我就在她家打碎了一个杯子。当时我吓一跳，我说我天哪，这么些年光注意端饭碗了，忘了杯子了。我在静候一场狂风暴雨。他走过来说：“你手没事吧？”我说：“不应该先骂我吗？”没有。接下来我们把碎片收拾好，放进垃圾桶。聊天刷剧，没有人再提到过杯子的事情。我说：“哦，原来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就结束啊！我以前可没有经历过，原来能这么简单就结束。我就感觉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
我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万博。今年我的人生取得了重大突破，我找到了女朋友。我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有点犹豫，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不要用那玩意儿，上面男男女女都可乱了，不是啥正经地方，你别下载。我下载了。使用感受怎么说呢？就一个男生啊，一个男生，如果你不是特别帅的话，你是感受不到乱的。我用了1周，这哪乱了？挺正经的呀。我都加了一个考研群了，每天打卡背单词。我跟我朋友说，这跟你讲的不一样啊。他说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？我说是我不好看吗？他说难看。就你长得太正了，你特别像我们教导主任，不想找你谈恋爱，只想找你背单词。我说你说这个简直荒谬啊。他说对 ，ridiculous。哎，我平时背没这么顺呢。还有你长得有点朴实，我最烦朴实这个词，因为朴实意味着土。每次有人说我朴实，我都会想起一个山村老大爷捧着个筐子，水果滞销，帮帮我们。我想谈恋爱，帮帮我吧。但我得承认，虽然我长得朴实，但我心里并不朴实。我不是我这张脸的人，只是长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很多男生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渣男，只是被他糟糕的外表锁住了。当然也有些没锁住。我坦白说，我在交友软件上，我看过男生。我想法很简单，我就想看一看是谁在乱，谁有资格乱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左右的男大学生，他照片就是一般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。拿着手机对着，另外一只手把 T 恤撩起来，塞自己嘴里。坦白说 ，T 恤我也有。但我差的是 T 恤吗？我要是把 T 恤撩起来，特别像30天减肥的第1天。有些人会问，在交友软件上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欢迎？长得帅的人。有什么疑问吗？长得帅的人在哪都受到欢迎。我当过帅哥。我不帅，但是我当过帅哥。我就是当过。就去年，我大姨来北京了，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，她问我有对象了吗？我说没有。长这么帅没对象？这句话暖了我1整年。我6岁那年，他也这么夸过我，暖了我30年。去年到期了，又给我续上了。我衷心希望我大姨长命百岁。但我真正体会过帅哥待遇是20年前了。当时呢，我是一个转校生，高中嘛，而且20年前流行一部偶像剧叫《王子变青蛙》，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，还有人说我像阮经天。像不代表帅，像2大帅哥却不帅，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。但在我们学校传遍了，还有一个 slogan 说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。会有女生手牵手来看我，你能想象他们希望有多大，失望就有多大，一失望就会撒气儿。一般是练体育的女生打头阵，一脚把门踹开，那个像明道的人出来，我看一眼。像个屁呀！我说不像明道，也不能像那个吧。这还只是轻度的，中度的一般发生在课间的时候，我喜欢趴桌上睡觉，更增添了神秘感。想象一下，转校生，教室的后排，课间喜欢睡觉，符合校园帅哥的一切设定，就差帅了。会有女生头从那窗户那都钻进来了，就他一瞪我看一眼，
我看一眼，开。我谁把气门芯扒了？这还只是中度的，重度的一般发生在放学的路上。放学路上，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见后边有女生冲到我前面，这样。她的闺蜜，帅吗？关键是我招谁惹谁了。但我也不怪他们，我觉得要怪就怪那个第一个看完我失望回去那个女生。你失望的回去了，你也不告诉别人，感觉我被全校的女生都骂过了，对吧？她看完丑死了，一点都不帅，丑死了。别人问长得怎么样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们去看吧，没准喜欢呢。丑死了。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是谁在造这个谣，说我们班有一个女孩，她特别喜欢看偶像剧，当然她只是说我长得像，但是造成那个后果，我要报复她。我报复她的方式非常极端和残忍。我说她长得像刘亦菲。你们可能不太了解，20年前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是什么地位，相当于20年后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的地位就没变过。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大家轮番唾骂的滋味，但我忽略了一点，就是这个女生啊，首先人家底子好，其次呢，就是当时男生的审美呀，很容易被舆论操控。看着看着自己信了，还真有点像哎。从此有一个新的谣言产生了，说高2 6班呀有一对金童玉女，明道和刘亦菲。刘亦菲不错，明道有些 ridiculous。那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各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大家好哈，今天主题赛这个主题叫做说出来又如何？说实话，有一些话真的不方便说，你知道吗？当这么多人面呢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我想当明星，朋友们很羡慕，真的很羡慕，很羡慕。每次录节目的时候，庞博、付航出来的时候，观众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，庞博啊，付航，我想要的不止于此。我想要特别疯狂，在大街上走，突然有人认出来啊，小北，很想火，朋友们，很想火得匪夷所思。我很想火成拉布布，其实也是最近想火成拉布布的。我前2年其实想成为琳娜贝尔，你知道吧？我想火的，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都能上热搜，比如文娱榜热搜第1，小北脸；第2个热搜，微博崩了。第3个热搜，这个世界还会好吗？第4个热搜，还好这个世界有小北，你知道吗？火到各大品牌都找我代言，但我首选的就是统一春福无糖茶。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啊！不仅是因为产品好，还是因为它从喜单依旧陪伴我一直成长。当然了，你虽然找我代言，我要保持低调，我怕别的品牌方看到我只给你代言会生气。统一春福无糖茶是好茶，我也是真的好茶。商务写的都这么好笑，你说说还得了啊？朋友们，我想火成什么样子？我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，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。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，批评我2句，我也不在意，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。他说我段子谐音梗全是烂梗，我让他感受一下北家军全军出击。
我没有这样的粉丝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没有这样的粉丝，朋友们，我的粉丝不仅不会替我出头，还会把我推出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饭圈的粉丝骂啊，我的粉丝都赶紧评论，他说你们就骂小北就好了，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哈。你知道吗？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小北那个我先取关了呀，啊，我先看一下这个舆论走向哈。朋友们真的很想成为明星啊！有的演员跟我说，他说小北其实你就是明星，我不是。朋友们，我这个位置确实很尴尬。你说我是普通人吧，我能上综艺；你说我是明星吧，我一年只有2档综艺可以上，还得2选1。我真的是不算明星，朋友们，我顶多算一个知名老百姓啊。但我确实接过几个活啊，有过几次这个明星的体验券啊，每次感觉大家都非常好，对我都很在意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，刚进那个片场，所有人都对我特别尊敬，说小北老师好，小北老师好，小北老师好。当时没走2步呢，已经桃李满天下了。对你也是嘘寒问暖啊。刚才坐在休息室啊，问我北哥那个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啊？我说都行。他又特别贴心，点了一杯美式，点了一杯拿铁。然后我说你想喝哪杯你就先拿一杯吧。他说他也都行，我俩就僵在那儿了。他特别怕我不好意思，我也特别怕他不好意思，我就最后没办法了。我呢最后呢2杯都喝了一半。中间休息的时候啊，所有演员都在室外等着，因为我是主角嘛，我有个商务车可以待着。当时进了那个商务车，朋友们，很舒服。进了那个商务车里面，吹着空调，看着车里的零食，再看看外头暴晒的演员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也是看不了别人受苦，我赶紧跟司机说：“我师傅，赶紧把门关上吧，赶紧。”人都变善良了，你知道。朋友们，当明星真的很容易受到特殊照顾啊！我今年还去北美演出嘛，当时主办方把我当真明星了，带我去了个特别高端的商场，里面全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。我说这也没啥好逛的呀，啊，他说北这还没啥好逛的。我说对呀，我说这商场怎么连北面都没有啊？这也太不给我小北面了啊！朋友们，真的当明星干什么都容易被夸。那天我虽然什么都没买，但没有工作人员说我穷，他们只夸我低调、热爱运动，你知道。朋友们，人总被夸就很难听进去那种批评的话了。我第一赛段输给了门枪，工作人员都安慰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北开场确实不容易，这个票是容易受影响。”只有我的真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小北啊，你这段确实没有人家门枪那段好笑。”当时我就开始反思了，我当时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朋友啊？我就有点生气了，他跟我说：“北啊，你消气，忠言逆耳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逆耳就是忠言是吧？那我有句话跟你说，滚！”给我气的。但我这个朋友追星，朋友们，他虽然不心疼我，但是他心疼他家的哥哥。有时候跟我讲，他说其实明星很辛苦，小北，明星很辛苦，每天通告很多，作息不规律，熬夜，连续加班，甚至会脱发。我说我身边人都这样啊啊！你不强调这个职业，我以为是程序员呢。哎，他说真的很辛苦，明星很多平时的这个压力大，很容易焦虑、抑郁。我说哪个行业都容易焦虑、抑郁啊！啊，我们脱口秀行业就容易焦虑、抑郁。如果你们了解我们脱口秀行业的话，你们知道我们很多演员讲脱口秀之前啊就有抑郁症，有的讲着讲着得了抑郁症，有的一开始有抑郁症，讲完脱口秀之后好了，没红又得了抑郁症。我说明星不容易，你朋友我也不容易啊！啊，我就没见过哪个明星啊抑郁症之后去挂号的，那不都挂在热搜上了吗？啊，而你的朋友连号都挂不上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明星啊，就是挺好的，但不用心疼明星，多心疼自己身边的人啊，因为明星其实过得还不错啊。大家相信我，因为我当过明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哎，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叫辛博。我32岁了。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。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，甚至还有3婚。结婚证又复发了。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，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？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，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。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，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，没法跳过，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。
翻了半天，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。我说你真行，去得起阿那亚，去不起图片水印。那照片怎么说呢？真好看，真甜蜜，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。我生活里也不长这样，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，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，叫“我也要制作”。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：“嗯，我也做一个。”我做啥？我作茧自缚啊！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它不能太商业。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“我也要一杯”？第2杯半价，收藏打卡，升杯。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。我研究了一下啊，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，一种叫包年会员，一种叫终身会员。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就没盼咱们好，活到老结到老，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。还能发弹幕，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。咋就没人发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？他们不离婚，真的很难收场。接。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，收到过我前任的，他没给我发，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，谁能不好奇点点？我也转发，发给我爸，用他的手机发弹幕。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？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，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。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。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一大哥。还有转发记录。辛博爸爸。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，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。以前他叫不慕虚荣。我说爸，你应该改叫慕容复。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，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？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，平时都不熟，完全不联系，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。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，一起在驾校学的车，一个请柬加条语音，老同学想你了。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跟那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。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。拉黑他不过瘾，我也要制作。我也给他发，给他冲冲喜。老同学，我在婚礼也很想你。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，还没给我发的，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，凭什么，对吧？大学室友，
我也想不明白为啥，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。我可以不来，但你不能不邀请我，非常内耗。点他，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：大学室友，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，仅对他可见。分享一首歌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我亲口唱的。我怕他没有会员。没有反应，随着婚期临近，我愈发的心烦意乱。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，要我积极备婚，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。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，他说发群里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我说什么群？他就撤回了。我看见了，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，我也不知道咋回，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。刚打出了祝你，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。但回想，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，又如何呢？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，还值多少钱，减去差旅成本。如果是正数，那就是礼金；如果是负数，那就是来不了。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。我说不好意思，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。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。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，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。哎，是我划过去了吗？最重要的，它也是筛选，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，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，因为我有访客记录。我需要终身会员。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，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。谢谢大家，我要信多。大家好，好，行了，算了。大家好啊，我是载体哈。二楼一直听这个词儿，我的妈呀！咱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给我设计的，这就是真的给各位讲点这个家里的事儿啊。我有一个外甥，8岁，特别喜欢看脱口秀，就想借着这个主题跟他说点心里话。我特别烦他，真的朋友们。那孩子是我讨厌过年回家的原因之一，就感觉80多岁的长辈地位都没他高，没什么素质。我今年过年见面喊他句孩子，他叫我宅子。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给他掏根华子了呢。朋友们，真的我都想过，我8岁的时候要敢跟长辈就这么说话，让我爸听见，我想年就8岁了。孩子真没什么礼貌，而且特别暴力，最喜欢的运动是拿我当怪兽，对着我一顿打那个奥特之拳。咱被熊孩子打过没有？试试，熊孩子不光打，一边打他一边问你奥特之拳厉不厉害啊？然后崽子厉不厉害？你大人你也不好意思还手，想厉害厉害。他说这就厉害了。那我还有奥特飞踢呢，给我一顿飞踢。奥特之父、奥特之母就搁旁边看着。一个管的都没有啊！给我气的，我就佳宁嘴巴回了一下。我不想输给日本人的招式，你知道吗？那个，完了，另一方面呢，也想把自己当孩子重新养一遍，是吧？开玩笑啊，真没打，这是想象的。这环境现在不敢打孩子，打完孩子奥特之父能让我享年31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想过，朋友们，
就那孩子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小孩能做到我一年几乎就见他一面，完了每次见面他都侮辱我殴打我，完了我最后还得给他钱的人。我合计压岁钱这事更来气。今天给小孩包了红包，里边放了100，小孩把钱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直接就给他妈了，说妈，你拿着吧。妈，我想好了，哎，我长大以后我就留在东北发展，我就不去外地找工作了吗？你看那宅子根本没混出来呢呀，很伤人啊！我真感觉有的小孩也真被惯坏了。我给各位讲个真事儿，上个月吃火锅，我斜前座坐了一个大爷带他孙子，小孩负责吃。